尹锡悦的G8梦被岸田给叫醒了，日本为何不放过韩国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大国梦的国家并不多，而大韩民国的大国梦可能并不比印度小。尹锡悦政府自上台以来，就力推改善对日关系，甚至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不顾及民族感情的让步。其目标也非常清楚，让韩国变成一个西方国家，然后加入 G7 集团，让 G7 变成 G8。然而，尹锡悦低三下四的追求，在岸田文雄那边却得到了不置可否的回答。他声称，到目前为止 ，G7 内部从未讨论过扩大成员国的问题，不存在美国赞成、日本反对的说法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日本越是这么强调，越说明他心里有鬼。其实日本早就发现韩国想加入 G7 的意图，但一直在回避。直到韩国驻日本大使在东京公开表示，韩国非常期待加入 G7， 而日本是韩国实现这一夙愿的最大障碍。对于一直俯视韩国的日本来说，尹锡悦再怎么示好，改善韩日关系可以，但是想让 G7 变成 G8 可没那么容易。原来的定位是主要工业国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，但是后来又增加了俄罗斯，主要是后者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。在韩国人看来，自己刚刚变成发达国家，也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，自然有条件成为 G7 的成员国。尹锡悦应邀赴日出席 G7 广岛峰会，成为首位参拜广岛原弹爆炸韩籍牺牲者慰灵碑的韩国总统。现在韩国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就加入 G7 的问题给日本政府施压，说明双方根本就没有共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日本为何不允许韩国成为 G7 成员国呢？首先，日本不想让自己作为亚洲唯一的 G7 成员国的地位受到挑战。虽然 G7 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已经遭受到了严重挑战，其成立之初，7国集团的 GDP 要占到全球的 62%。而到今年已经降到了 30%。 就算这样，日本作为老牌发达经济体，而且是身在亚洲的唯一一个西方国家，当然不想让其地位受到韩国的挑战。韩国在日本人眼中就是自己过去的殖民地，低人一等的存在。第二，日本与韩国都身为美国盟友，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。如果说日韩都是美国的小妾，那么双方也就有一个争宠的问题。日本当然想利用自己是 G7 成员国的地位，增加在美国心中的筹码。日本甚至还想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唯一的战略支柱，在牵制中国崛起、干涉台海事务等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。而这一点呢，则是韩国无法比的。第三，韩日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上并没有解决矛盾。虽然尹锡悦几乎用跪舔的方式改善了韩日关系，但是两国之间的争端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只是通过上层沟通掩盖了矛盾。只要韩国政府一换人，日韩关系就有可能生变。日本不可能允许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出现一个对手。当年俄罗斯能成为 G8 成员国，日本主要是想通过谈判来解决北方四岛问题，而对韩国可没有这个期待。第四，美国也不想要一个可能左右摇摆，在核心利益上被拿捏的 G8 成员国。对美国来说，尹锡悦政府虽然强调意识形态，但韩国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西方国家。再加上韩国还有朝鲜这个北方兄弟，加入 G7 之后，在很多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只会缩手缩脚，并不利于这个组织的内部团结。比如韩国到现在都没有在制裁俄罗斯和军援乌克兰问题上走得太远，这对 G7 国家看来就是不达标的。第五，韩国忘了自己仍然是一个没有军事作战指挥权的非正常国家，其加入 G8 并不会给这个组织的影响带来太多的好处，反而会让人觉得 G8 成员不值钱。总体而言，尹锡悦继续在外交事务上表演着自己的天真，有勇气有目标是一回事儿，看不清自己国家的地位，那可要闹笑话了。面和心不和的韩日关系随时都有可能变天，而在这个问题上，岸田文雄明显要老辣得多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